阿富汗是中国帝国主义的第一个试金石，是中国实现帝国主义转型的一个实验性的步骤，所以成败的对于中国来说关系甚大。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中国首先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它的任务是为共产国际颠覆前中华民国和东南亚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政权。在这一时期，它的活动跟共产国际的全世界其他活动没有明显区别。在第二个时期，就是毛泽东和觉得自己羽翼丰满，在争夺国际公约领导权以后，跟苏联决裂以后，中国经历了第二个时期。这时，中国在海外的经营活动采取了同时反对旧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的双重政策，并且迅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例如，香港的60年代香港的暴动和马来人民军在马来亚的崩溃，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政变，都是中国在摆脱苏联以后推行独立外交政策遭到了挫败。一系列挫败结果使中国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导致1972年的外交革命使中国变成了美国反苏阵营的一部分。最终体现为邓小平完全停止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下活动。在苏联解体以后，邓小平仍然在幕后掌权。邓小平出于恐惧，严令中国的海外组织进行任何反美活动。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海外活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活动，倾向于无害化，或者表现为是他曾经反对过英美势力的附庸。这是韬光养晦时期的中国海外活动。这个模式最终过渡为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时代的好斗的、强调中华帝国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新帝国主义模式。他从奥巴马总统时代，像奥巴马所说的呀，中国是只搭便车不奉献的这样一个角色，变为现在和今后要积极奉献，但是却不是在美国的国际框架之内、国际体框架之内，而是以中国帝国主义的形式进行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架构。我们要注意，就是韬光养晦时期，中国海外活动低调是因为成本问题，中国承受不起庞大的安全费用，它只能够走边角料路线。在美国在苏联倒台以后搭建这个国际体系当中，起次要和辅助的作用，以类似临时工的身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为自己赚一点小钱，让美国资本赚大钱，同时把安全和政治方面的任务基本上托付给美国。例如最近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埃塞俄比亚就是这种模式，它是中美联合反苏的结果。然后中国从事了很多基建工作。我们都知道，基建工作是在中国国内是农民工的工作，在全世界呢，它是风险大、利润低。基建建成以后可以导致后续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后续经济发展的成果却通常落不到基建者手里的，而基建者经常要承受傀儡。因此，比较穷困的国家，例如非洲，当然也包括阿富汗这样的国家，经常处在基建落后的地方。尽管冷战以后全球资本过剩，还是很少有发达国家的资本愿意到这样的政治不稳定、经常存在安全风险的地方进行投资基建。安全风险又大，利润又低，这样的事情经常是有承担的。中国在东非推行的基建，最初20年是得到美国赞许的。我们注意，不到10年以前，埃塞俄比亚还是美国在非洲政策的支点，但是美国企业家并不愿意在投资环境恶劣的埃塞俄比亚投资，这些事情都是中国干的，等于是中国干下等人活，美国干上等人活，彼此之间是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分工合作机制的。当然，中国也可以赚一些小钱。对于从极度贫困的前30年中国走出来中国农民工来说话，赚这点钱已经不够了，已经是极其幸运了。对于怀有中国帝国主义野心的新时代，习近平的新时代来说的话，韬光养晦无异于极大的屈辱，是比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国接受的屈辱更大的屈辱。他们当然并不高兴听到奥巴马和其他什么人说让中国只会搭便车，他们随时都渴望着有朝一日中国不再搭便车，而是自己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但是这是非常昂贵的。我们都知道美国舰队是有多么的昂贵。美国航空母舰在全世界巡航，维持世界
秩序。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但它并不仅仅是维护美国的安全，而且还要维护全世界的安全。因此，很大一笔费用也要摊到世界各国头上。中国之所以搭便车，是因为它承受不起这个费用。然后众所周知，中国积攒了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后，在习近平时代，韬光养晦的政策画下了句号。中国开始认为自己可以冒险尝试，以新帝国主义的姿态露面了。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帝国主义者，所以在他推行新帝国主义，超出美国框架，搭建自己框架的地方，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典型的3个例子就是阿富汗、缅甸和埃塞俄比亚。我们知道这3个地方现在都处在激烈的内战之中。这3个地方恰好就是中国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实验田，其中阿富汗显然是危险性最大的地方。中国在阿富汗的经营是改革开放时期白区党在韬光养晦时期打下的基础，因此它就有一个特点，它缺乏过去防俄统治者，就是周恩来、李克农那批苏联训练出来的干部留下来的共产国际的关系网。阿富汗没有像马来人民军这样跟中国共产党有传统联系，像澳门的何家和马来的许多华人家族就有这样的历史联系，但这样联系是没有的。在阿富汗是没有的。中国在阿富汗的关系是在911事变以前是接近于零的，在911事变以后，美国在阿富汗搭建了一个框架以后，中国才以类似埃塞俄比亚和西线其他地方这样一个基建者、干苦或者基建者的身份，缓慢地进入阿富汗，承担一些基建和开矿的业务，同时也跟阿富汗地方上的酋长、领袖和土豪各种精英人物有了一定的接触。所以，中国在阿富汗的关系网，第一是时间甚短，第二，其实它的基本盘有点像是马来西亚的纳吉布，主要是阿富汗亲美的共和政权的一批头面人物，例如前总统卡扎伊，而不是塔利班本身。塔利班出生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坎大哈普什图部落区，最初是一个反军阀的运动。以古兰经所倡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公平正义，反对军阀在现代化大潮的压力下推行的横征暴敛政策。但是我们要注意，军阀这时候推行这些政策是不得已的。现代化对于所有的传统社会，包括袁世凯时期中华民国和21世纪阿富汗，都意味着军事费用的急剧上涨，军阀需要花更多钱来维持自己的军队。而传统社会却习惯于维持传统社会政治机构的较小费用。直截了当说，就是大清国的田赋是养不起北洋军阀的，北洋军阀一定要更多的钱。而对于大清国的农民来说的话，他们必定会认为横征暴敛北洋军阀是比过去读孔孟圣贤之书的士大夫阶级更败的新统治者。洋学生是代表比较有钱的阶级，他们能够受外国西方教育，而大多数受不起西方教育的人只能读私书。对于袁世凯时代中华民国来讲，那是读四书五经的私书，因为私塾先生不像洋学堂的英文教学那么贵，穷人的孩子也能读得起。对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那是所谓的马德拉斯宗教学校。美国情报记录非常清楚，塔利班是宗教学校的产物。那么为什么中国有学生呢？因为占大多数的穷人读不起洋学堂。如果阿訇像袁世凯时代不懂英文、不懂数理化的私塾先生能够教穷人10几个字的话，穷人也就满意了。同样，伊斯兰教的阿訇不会讲英语，不会懂数理化，但是他可以给你讲古兰经，让穷人的孩子识一些字，对于穷人的家庭也就足够了。这样就产生出一个本土知识分子阶级，他们不像是受洋学堂教育的福士兹这样的留学生，你可以在现代化事业中占据待遇很好的高位，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始终是对于洋学生是充满嫉妒和仇恨的。他们根据古兰经得出的公平正义的标准，也就是包括推行现代化的各政府当中认知这些洋学生对他们不公平这一点在内的，因此负担加重、难以忍受的部落民和农民的愤怒和土学生对洋学生的嫉妒，废成了反军阀的塔利班运动。这个运动本来向伊斯兰世界乃至于
欧美以外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冲击之下产生出来类似反应一样，本来会轻而易举的被军阀和当政者镇压。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缘故，90年代苏联撤出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也认为阿富汗不值得再投资，阿富汗出现政治真空的状态。巴基斯坦军事情报部门认为，由于巴基斯坦缺乏战略纵深，在冷战时期，巴基斯坦的安全是依靠美国反对苏联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必要性维持。现在这个必要性已经消失，巴基斯坦以后的位置很不安全，需要扩大战略纵深。他们急需在军阀混战阿富汗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新兴的塔利班正好被他们选中了，因此得到巴基斯坦的支援，才演出了后来的那出戏。我们略去阿富汗军阀混战的具体细节，就是在反恐战争20年之内，塔利班渐渐的由过去的反军阀群众运动变成新军阀，因为他要打一场现代化战争，他也像过去旧军阀一样，需要新式武器和大量钱，因此不符合原教旨主义很多事情，过去他谴责，今后他就不得不干出来。例如，依靠鸦片收入、进口武器、训练跟美国训练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对抗的 Red Unit 这样精锐部队。我们要注意，2001年的塔利班是没有这样精锐部队的，都是形势所迫，是塔利班自身新军阀化。在这一过程当中，跟普什图军阀藕断丝连的塔利班新军阀，才跟中国的白区党和投资者有了一点点联系。这个联系是间接的，是通过坎大哈的新军阀展开的。因为塔利班依靠的就是坎大哈的普什图部落，而打败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只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小部分。美国人为了协调阿富汗本身政局，扶持卡扎伊这样的普什图长老，跟普什图部落和军阀有密切联系长老来做阿富汗的总统，把一部分权力托付给普什图部落，这就引起了严重的问题。掌握军事部门，例如国防部，基本上是马苏德系统、塔吉克大将马苏德系统的人马在掌握。情报部门最初也是由今天拒绝投降的副总统萨利赫，当时就是情报局长，他也是塔吉克人掌握。而塔吉克系势力经常认为南方的普什图人跟塔利班是区别很少的，但是美国人支持的卡扎伊则认为必须把他们统战到政治体系当中来，否则阿富汗永远不能安全。而北方联盟则认为，正是因为你们对亲塔利班势力如此随军，所以反恐战争总是没办法彻底。这是与阿富汗自身的固有的矛盾造成的。所以，在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内部，北方派和南方派之间冲突也是始终不断的。而南方派正如北方派所预见的那样，在受到北方派太多压力的时候，经常觉得跟自己同样是普什图的塔利班反而更亲一些。台面上往往打得很热闹，台下往往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有很多腐败性质的幕后交易。而韬光养晦时期，白区党是最善于搞腐败的。我们要注意，马来西亚的前首相纳吉布现在监狱里面，他的罪名是腐败。而所有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他的腐败跟中国的活动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的活动又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海外投资、华人社会和腐败基本上连在一起的。中国扩充在韬光养晦时期，海外势力扩充基本上就是一个输出腐败的过程。同样，腐败的普什图军阀是白区党在阿富汗的主要立足点，塔利班和中国的关系也是由此建立的。但是，至少在奥巴马时代，中国在阿富汗角色里面是相当次要的，他是一个谦虚的打工的角色。阿富汗日益陷入军阀混战的状态，美国训练少数精锐部队无法维持是国家的统一。喀布尔政府部门变成了军阀的工地，美国人渐渐厌倦了。美国人在10几年前就准备撤退了，准备退出。这时，中国开始展开自己的新帝国主义行动，开始跟塔利班发生关系。中国跟塔利班谈判和来往，至少在4、5年以前已经公开化。在这公开化的来往之前，在私底下的坎大哈一线的经济活动和金钱交易已经有很多了。这使得习近平野心勃勃的当局可以有了一些利用政策经营的抓手和把柄。然后新的政策，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我把它称之为大陆体系，要求中国算政治战不算经济战，经营巴基斯坦瓜达尔的港口，开辟中巴经济走廊，跟美国严厉制裁的伊朗建立政治和经济的合伙关系。
他们全都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的。但是可以使中国在美国体系之外获得一个安全大后方，必要时就像蒋介石可以在抗战时期可以利用缅甸通道弥补香港和上海的海路被封锁的损失一样，可以通过巴基斯坦和伊朗获得中国必需的石油和战略物资，在美国体系之外仍然能够生存。尽管从纯经济角度上是倒赔，中国还是展开了中巴经济走廊和中伊经济合作，这使阿富汗地位极度上升。因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如卡扎伊所说，就是个连体双胞胎。而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密切关系，也使得中国和塔利班开始发展关系，这使中国和塔利班合作，建立一个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在内的大陆体系，时机就渐渐成熟。需要的只是塔利班和钱而已。塔利班是南方最大的军阀。他如果单凭普什图部落的力量是不可能进入喀布尔的，而且喀布尔有700万人口。塔利班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他没有大城市的巨大支出。而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在喀布尔跟塔利班的收入基本相同，塔利班有10几亿美元，阿富汗共和国政府也有10几亿美元收入，但是支出却有60亿美元或者更多，4/5来自于国际捐赠，其中3/4来自于美国。因此，喀布尔政府能够维持下去，而塔利班如果进了喀布尔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塔利班如果没有外援，他是并不想要进入喀布尔，背上有巨大负担的。同样，要绥靖北方军阀，其实需要的不过就是钱。大多数军阀都是愿意为了钱随时易帜的，或者是见风使舵，岛上最强者的。只要给够足够的编遣费，会有很多军阀倒向塔利班一边。构成一种塔利班进取全国的声势。而阿富汗政府内部，普什图人即使在普什图人当总统的时期，仍然控制着军事部门，耀武扬威的塔吉克人是极其不满意的。他们经常感到自己作为多数民族，反而受到少数民族的压迫，而塔利班进京可以使他们扬眉吐气。这2方面要结合起来，使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内部的普什图军阀和普什图高官跟塔利班联合起来推翻共和国，借此消灭掉他们看不顺眼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需要的只是耐心细致的地下工作和大量的金钱，这2者中国都能够提供。这时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开始推行撤军政策，川普开始，拜登执行的撤军政策，使得历史进程骤然加快。这个撤军计划中还包括一项，就是美国军队按部就班的撤退以后，阿富汗的机场要由土耳其人接管。而土耳其人在不久之前，在他干涉利比亚内战时，刚刚干出了一件中国连报道都不敢报道的事情，就是把加入土耳其国籍的维吾尔人编成军队，派到迪利波里去看守机场，反对中国和俄国支持的利比亚军阀哈夫塔。如果土耳其人在喀布尔也再搞这么一出的话，甚至让他们在喀布尔机场留守部队，招募一些乌兹别克民兵作为自己外围的话，那就是科索沃战争的局势在中国西部边境重演了。那中国压新疆所费的很大力气就要全部白费了。这是中国迅速投入支持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注意，在以前，中国在中亚政策像是俄罗斯小弟，俄罗斯支持的他一般都支持，俄罗斯反对的他通常是不敢支持。唯独在这一年塔利班问题上，俄罗斯是明确支持马苏德和北方联盟的，并不支持塔利班，而中国变成了唯一一个支持塔利班的人，连过去跟塔利班关系最密切的巴基斯坦都不敢这么做，而中国却非要这么做不可。直接的刺激因素就是土耳其人建立，只有塔利班迅速占领喀布尔，迫使西方侨民从喀布尔撤退，土耳其人才有可能放弃接管机场的计划。如果按照美国的计划，就是美军撤出以后，阿富汗共和国还在跟塔利班谈判，然后商谈像是1945年的政协会议一样，商谈怎样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土耳其人进了喀布尔，那么中国处境就很尴尬了。只有制造出一片混乱，让土耳其人来不了，塔利班迅速进京，这种前途才能够避免。但是这样做代价是很高的。阿富汗政府之所以能维下去，是因为美国的财政框架。没有美国财政框架的话，一个像1945年上海的西方化大都市，在原始部落和农民占多数阿富汗内部根本生存不下去。它是依靠国际消费和美军消费养活的城市。
中国必须担起这个巨大责任。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以前是在苏联软硬时期，毛泽东反苏革命时期和美国中国作为美国小弟时期，中国从来没有承担过这样可怕的任务。现在他必须承担这个任务，所以这次是非常需要政治决断的，必须有最高领导人支持。所以习近平一定是支持这个计划的。这个计划首先就要花几十亿美元去收买各路军阀，尤其是坎大哈和喀布尔本身的普什图军阀和政要倒戈支持塔利班，这样才会出现塔利班神速推进。塔利班真实战斗力在赫尔蒙德省的战斗已经可以看出，只能跟他最精锐的部队，即使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志愿者驻战情况下，只能跟政府军最精锐的部队打平。这样做是进不了喀布尔的，要进喀布尔就要靠倒戈，而喀布尔和坎大哈都是无血开城。原来的政府军共和国方面的坎大哈总督，在塔利班进城以后，公开跟塔利班官员携手，这就标志这是内部的背叛。普什图级的官员基本上都跟塔利班和解的，只有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官员才跑出去继续抵抗，也就说明这方面问题。边前会是一部分。在混乱当中，塔利班接触了喀布尔，喀布尔是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他的粮食和原油都要中国想办法。结果中国这2天就想出办法，伊朗答应向喀布尔提供原油，这次每天上百万美元的费用，放在1年的话就是将近20亿美元费用。我们要注意，阿富汗政府1年还有10几亿美元收入，塔利班1年也就10几亿美元收入，这些收入大部分都要为了养兵，根本没有钱买石油。而伊朗已经把石油送到喀布尔，这笔钱是谁垫出来的？肯定不是美国。伊朗极其缺乏美元，只能说是中国垫了这笔钱给伊朗。跟埃塞俄比亚、缅甸的这全世界白区党最近这2年，当然也包括台湾。台湾在韩国瑜风波以来的一系列动作背后，都有白区党大量金钱运作。台湾人自己心里面肯定是最清楚的。这些钱从哪里来呢？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国的外汇超支账目就明白。今年2021年，中国的外汇账目的乘数指标比起2016年上涨了7倍。这是什么概念？就是1990年以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从1990年到2016年，外汇乘数的增长总额还不如2016年到今年这5年增长速度快。什么叫乘数增长？用最通俗话来讲，就是借高利贷。中国利用他自己的外汇储备，就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的信用，通过比利时和其他中间掮客大量借贷高利贷，说明中国急需美元。如果是经济发展建设费用的话，开支增长是缓慢爬坡的，不是突然暴起的。这5年的突然暴起，跟中国经济的衰退和中国海外项目的难产瓶颈同时产生，它不是用在经济方面发展的，它是中国的帝国主义转向。中国开始尝试建立自己帝国主义体系，很快就发现这方面的费用比起仅仅做生意，像江人民闷声发大财需要成本要。像阿富汗这样几十亿、几十美元的打砸钱，伊朗石油，伊朗保证石油供应。这就是至少5到10亿美元，全年20亿美元，伊朗至少要得到5亿美元或者10亿美元预付款才肯给石油，然后还有喀布尔本身的粮食，然后各路军阀的费用，这个开支哗的一下，中国美元像洪水一样的涌出来。中国不像美国，美元是次现货币，而美国人自己就可以用美元。美国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人自己会开出美元洪水，但是中国的美元都是农民工挣来的，为数非常有限。这样搞下去，搞4、5年，中国的美元储备可能就搞空了。所以中国必须在这4、5年之内完成自己的平行国际体系或者新帝国主义体系。如果阿富汗不行，台湾不行，香港不行，各处都不行，那么4、5年以后，中国2025年左右的中国自身就处在山穷水尽的状态。